高市早苗到美國訪問哦，帶了不少要投資的天然氣啊、什麼核電啊等等哈，說730億美元核能、天然气，因為日本去年答應要給5500億投資啊。那所以現在呢，這個錢對5500其實一小部分而已了哈。那另外呢，高市早苗在美國、伊朗，在這個川普前面罵伊朗，說伊朗太可惡了，美國很棒。哦，川普說，日本好，跟北約完全不同，北約不理我們了，日本棒，又來投資。哦，那另外呢，這個美國智庫說，這個美日峰會是測驗日本到底有多少忠誠度。美國，日本你都是我保護你，美國在日本有5萬美軍呢，已經60-70年，花多少錢啊？對不對？核子保護傘也保，因為日本非核嘛，不能有核子。日本如果可以，日本一定搞得出來的啦。但是呢，美國保護你，軍費通通，你經濟所以這樣的發展，因為軍費通通不要啊，都是美國支持啊。來，效忠表態啊。那另外呢，日本有個記者很白目啊，就問川普，就說呢，你去打伊朗啊，為什麼都沒有事先告訴我們日本呢？沒有告訴盟友嘛？那你現在叫我們同意？那你事先沒有跟我們商量，你叫我們怎麼同意呢？川普反應真的很快，川普說：“啊，你日本當時偷襲珍珠港有告訴我們嗎？你有沒有告訴我們啊？”所以高市早苗很尷尬，對不對？真是很尷尬哦。他有一個7秒的表情管理，他有想用眼神把那個記者殺了。所以日本的網友現在開始來肉搜這個日本記者，你沒事，你提這個幹嘛？但是日本這記者講的這也沒錯啊。對，真的是這樣嘛？你現在叫這些國家幫你去什麼索荷姆茲海峽護航，你事先沒有跟他講啊？你亂炸一通以後，你現在叫大家來，但是川普講的也沒錯啊。剛好日本，你偷襲珍珠港，你有告訴我們嗎？偷襲當然不能告訴人家，告訴人家叫偷襲嗎？好，這個川普呢，平常的時候他在講歷史的時候也常常都講錯啊。怎麼在那一剎那之間呢，歷史突然都很清楚？他為什麼不像 Hexas 一樣呢？為什麼不像美國的國防部長一樣，到硫磺島的時候呢，說美軍跟日軍當時是並軍，合盟，對啊，真是才念才念。所以高市早苗臉上就。场面很尷尬，真的蠻尷尬的啊！所以呢，日本記者啊，现在被罵得一塌糊塗哈。那现在川普要到大陸去嘛哈，說要可能延後1個半月，原來是4-5個禮拜，現在越延越長了哦，可能5月中才成型，還要看伊朗戰事怎麼打了。我們看一下 ，Japan is back。日本回來了，這是前日相安倍晉三生前訪美時曾說過的話。高市早苗特別在白宮的晚宴中重提，現場洋溢友好互動氣氛。晚宴期間，兩人笑容堆滿臉，但稍早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峰會卻是截然不同的氛圍。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? Okay, why didn'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? Okay. 有日本記者向川普提問，打擊伊朗前為什麼沒有知會盟友？川普回應，這才叫做奇襲，甚至拿珍珠港事件打比方。川普發言讓一旁的高市倒抽一口氣，瞪大了雙眼，不斷望向幕僚，顯得如坐針氈。They are really stepping up to the plate, unlike NATO. 不過，川普也讚賞日本，正面譴責伊朗，但話鋒一轉，還是想要日本做更多。In the case of Japan, I hear they get more than 90% of their oil through the strait, so that's a big reason to step up. 面對川普施壓，高市則明確表態，因為美國起草的日本憲法限制，日方無法參與相關軍事行動。Well, I'll be going to China very quickly, but I think I'd really like to have the Prime Minister talk about China. 日本はいつも中国に対してオープンです。会話はオープンにしています。而談到中日問題，高市也維持一貫態度，表示會繼續冷靜應對。楊武生，我記得上禮拜天我來我們節目的時候，其實談到美伊戰爭，然後那時候我就講到一個我的推測，就是說會不會伊朗裡面現在裡面其實沒有一個真的能夠主導大局，或者說來控制整個戰爭走向的人。那其實最近川普也談到這個事情，川普當然他有點戲謔，可他就是說我也不知道要跟伊朗誰談啊，伊朗的裡面的人領導階層被我打完一輪，換了一批新的來，又被我打完一輪，又再打一輪，現在到底裡面對到底裡面誰在管事，他也不知道了。那我覺得這是現在一個，就是說可能外界大家比較憂慮的地方，就是說現在真的
看到一些跡象，因為剛剛大佬說覺得戰爭很快會結束，可是我現在覺得說這個戰爭可能真的會往一個中長期的方向來走，因為我們看到最近說，包含之前大家在等嘛，說哈米尼死了，那他接班人誰啊？穆吉塔巴，那穆吉塔巴到現在哇，也沒有看到個影啊，那這號人物到底他能存在嗎？或者說他有用嗎？就是說看起來現在是沒有。那最近整個戰事升級，現在以色列連續把2個伊朗的重點人物拔掉了，一個是安全首長啊 Larijani， 那另外一個是情報部長哦，也是 Ismail 這個 Khatib， 這2個人又被以色列去暗殺掉了。那伊朗就看起來因為這樣子，所以去轟炸一些附近國家的油田天然氣，所以現在看起來重要是整個伊朗的，你說它真的還有一個中央指揮體系嗎？其實看起來現在是支離破碎，變成說比較像是一種伊朗境內各地，你說各省的這一些革命衛隊的旅啊、司令啊，有點像是軍閥各自互相被打，那就反擊一下這樣的一個狀況。所以伊朗當然是攻擊了周邊的鄰國。3月18號的時候，那卡達是被打最慘的，因為卡達的天然氣它的煉油廠被攻擊了，那是損失了總共年產量的17%。那現在外界估算，它一年大概少掉200億美金啊，其實也就是少賺6000億台幣，那是非常非常痛了。而且這個東西可能要最少要花3年的時間修復。所以我們看到說，這個戰爭對於能源的衝擊已經往長期在走了，就是它會有長尾效應，它也不是說明天收兵，突然全球就恢復了。那不過也要提一下，就因為其實在同一天，伊朗還包含去打了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，去打了沙烏地阿拉伯等等等等。但其實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，它就攔截了13枚導彈跟27枚無人機，所以我們也不能說這些防空設施好像買了沒用。那問題是說，現在對於川普美國政府來講，其實它這個美伊戰爭，它有3層目的嘛。第一個事情是把所謂伊朗的核設施、核能力拔掉；第二個事情是把它政權打到不能自理。那第3個事情當然就是對整個荷姆茲海峽取得完全控制嘛。看起來1跟2基本上差不多了，但是3我們都知道，你真的要去那邊去把這個航道整個佔領下來，維持周邊區域控制，你的成本非常非常高，你可能派幾萬人甚至10萬人以上的部隊進去，然後花非常久的時間，死很多人，然後可能甚至要花很多錢。所以現在變成以色列跟美國都講說，我們不會派地面部隊進去。所以其實現在變成有一點是說，以色列跟美國達成了可能他們想要做的事情裡面好多件，可問題說剩下來全球受到衝擊的部分，現在感覺有點像川普想要把這個成本大家一起來分攤了，說那你們不派兵一起來護海峽，好啊，油價全球大家一起漲。所以剛剛當然講到這個英法意德日核啊，他們聲明說可能要採取行動來護海峽，但具體行動我們還看到。那包含周邊的這些海灣國家，卡達、巴林啊、阿聯酋，因為他們最近又被炸一輪嘛，他們也很生氣，你再炸我就要反擊了，因為也把這個伊朗的這個外交官驅逐出去了。可問題就是說，那這終究我們看到說，周邊國家如果要聯合起來派部隊進去把整個局勢穩住，還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。所以我是覺得趙大哥的班機真的可能要想辦法改一下，而且最後提一點，就是說其實現在不只是能源，其實現在大家關注另外一個是糧食，因為其實在貨輪對卡達這個地方就是荷姆茲海峽，因為包含很多的化肥啊、這些氮肥啊、尿素，其實全球3到5成要走這個海峽。那因為現在春天嘛，春天是播種期啊，你這個化肥現在運不過去，那之後運過去，過2個月運過去啊，播種期也結束了。所以基本上大家現在預測，到了今年下半年年末的時候，可能糧食一定會減產，所以這個看起來是會對今年全球都產生一個衝擊。也許今年的有機食物特別多，所以因為不用化肥的有機嘛。對，因為伊朗他們是出尿素的，專門做肥料的。現在伊朗不出尿素，以後大家吃的所有東西都變貴了。但我覺得日本這次真的是非常尷尬。其實大家看到了，在美日峰會之上，高市其實是一直在拍捧川普的，你從他言論上可以完全的看得出來。他先說他認為只有川普啊才能夠為全球的繁榮跟和平做貢獻啊，他要向全世界積極的推廣倡議支持川普啊。這話就算了，更好笑的是川普他的小兒子拜倫啊，居然被高市怎麼形容啊？他說哇，你看。你的兒子啊，這個長得非常俊俏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是得自你的遺傳吶，他連這種話都說出來了，好不好？真的 DNA 很好啊，父母遺傳很漂亮，所以川普的小兒子拜倫才能長得這麼漂亮，這麼帥氣啊，連川普都拍拍他說，謝謝你。就接下來就回敬他，有誰比日本更了解奇襲啊？我想高市臉都綠了。這麼激進的去拍捧討好川普，結果得到的是川普一句玩笑話，完全對他的奇襲，對，完全不理會日本所有人的感受啊！不要說高市的臉色難看，我相信日本人聽到這個臉色都很難看吶。川普講這話是在暗諷
當時日本不講道義偷襲美國珍珠港嗎？這話其實算是非常的重啊，絕對不適合在這種公開的場合當做笑話拿出來講。而且，川普不只是對於這個日本態度不友善，不友善完之後，高市早苗什麼話都不敢說，除了臉色難看之外，他還要去反之加碼繼續的投資美國，包括能源產業730億美金啊。這是日本承諾向美投資5500億美金換取關稅豁免之後第二次實質的具體投資項目啊，表示對於美國而言，對於日本而言，其實他們現在的關係已經不只是盟友了，我覺得一種上對下的關係。也就是說，現在高市幾乎是把他所有的政治籌碼都壓在川普身上，但是這種用國家資源拿來做賭注的方式，風險會不會過高？我相信日本接下來要好好觀察一下。為什麼日本這樣拍川普馬屁？其實就是怕中國。就表示日本現在怕中國怕到這個地步，因為你想，川普会不經意就是你偷襲我珍珠港，那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呢？中國在這個二戰時間死了多少人呢？那日本不怕嗎？高市不怕嗎？所以他現在要扒住美國大腿，更何況高市在選舉的時候，川普也替他拉台啊，也拉台高市啊，所以他們現在好像变成一個政治上的這個生命共同體啊。繼續再回來。好，美國評估老共對台灣的威脅，突然改口了。原來說2027會打，哦，2027，今年已經2026了，那要打總有一些跡象吧？好像沒有啊。他們又說沒有打算，而且現在又說老共呢能夠和平的方式就不會用打的方式，本來就你打要付出多少代價，打只是嚇你而已，真的打。哦，但是呢，用想辦法，比如圍你啦，哦，演習啦，哦，然後呢，反正就是嚇你。哦，然後呢，用其他的方式，如果能夠不打，這不戰而屈人之兵者，善之善者也嘛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打是最後沒辦法才會打嘛，哦，所以呢，我們都知道啊，那老美不這樣講啊，就說2027要打，2027要打，那2027打，武器趕快給我們啊，武器還不給烏克蘭，哦，現在又跑到這個給打伊朗，給以色列。那我們的200億美金，6000億該買的東西有沒有給呢？沒有啊。本來去年 F-16V 就要交機的，現在一架也沒交啊。那怎麼回事？哦，那如果真的2027要打，就不是這樣的對待啊，表示他們根本知道不會打嘛。哦，但是當然我们不能放棄戒心了、啊。但是真的像他們，就他們，你看美國常常講，每次要審國防預算，國會的就說哦多危險了。哎呀，老共啊，大陸啊，做艦的跟下餃子一樣。哎，我們美國1年才造不出一艘艦來，就要預算。等到要到以後呢，又說哎呀也沒那麼緊急啊。等到明年要審查預算又來了，又很緊急。就搞我們也是都搞這一手啦。哦，政府官員要跟立法院要錢，都是這樣要啊。美國是一樣嘛？好吧，這個彭博說大轉向哦。推翻戴維森窗口，戴維森以前太平洋艦隊司令了，他的 Davidson 啊，他是說2027要打，為什麼？我就跟你講，這要預算嘛。他現在也退役了哈。那另外呢，總統府說，好吧，就算老共沒有計劃，我們要靠實力，要強化自我防衛啊，這些講廢話了哈。那國民黨立委李彥秀說，民進黨會恐嚇民眾的說法不攻自滅，老是嚇人啊。顧立雄說，我們要繼續強化實力，嚇阻敵方哦。不是敵之不來，是吾有以待之啊。然後邱垂正陸委會主委說，我們叫做最壞的打算，做最好的準備啊，反正都是喊口號了哈。那聯合報說，美國論述變了，也是為政治服務了。因為美國現在如果要打的話，那你怎麼兵都調到哪裡去了？怎麼琉球的2500個、2200個，開始說2500了，現在說2200的陸戰隊調走了。那南韓的2套薩德系統怎麼也到美國去，也到中東去了呢？那亞洲誰來保衛呢？所以現在亞洲沒那麼緊張了啊，所以我們把人調走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說用假想敵來恐嚇人民，台灣跟美國政治操作驚人相似，都是這樣了哦，不是台灣跟美國，全世界都一樣了哦。那另外呢，這個大陸的海警船闖東沙島，跟我們的高雄艦哦，在限制水域裡面對峙1天，說被我們驅離了。哦，說呢，海巡說他在測驗台灣的監督偵查能力、監偵能力了。意思是說，他當然要走啊，他不走，他們每天待在那個地方，一個船在那邊，怎麼可能一直在那個地方？我們看一下。
海巡署在18號上午9點15分偵獲中國大陸海警311棟梁位於我國東沙島限制水域外，9點40分進入東沙限制水域，海巡署調派高雄艦全程應對。不叫中國海警311棟梁，不叫中國海警311棟梁，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署高雄艦廣播，我方已多次警告，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，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。海警船已於19號10點55分離開限制水域。美方最新評估，中共未計劃2027年攻台，但指出共軍仍持續備戰。截至目前為止啊，他們仍然他的對台政策還是以這個消滅中華民國、併吞台灣來做準備。反過來講，假設我們的紅衛實力不斷的提升，我們的嚇阻力提升了，那他的攻台的這個攻算就會降低。賴政府喊出要讓中共深知攻台非輕而易舉，畢竟備戰才能避戰。老沈，我覺得這個2027不會打，這我老早有先見之明的。美國政府還要花了那麼多的錢、那麼多人力，才做這麼一個結論。我一直講美中無事。他還無視，而且我剛剛休息的時候，我給吳崢講了，不但是2027，我延伸到2047，再加20年也不會打，但是呢，我們朝野處理台海的事情是走2個極端，我覺得都很遺憾，都是不對的，因為我覺得民進黨就傳承老總統一直的思想，就敵謀我之心越來越嚴重，退遲一步就失守。這民進黨的想法，那他們覺得有用啊，用這部有錢啊，還有老百姓乖乖的啊，我一直可以連任啊。但是國民黨也是完全是太過度的2個極端了。國民黨一直在想和平的關鍵操之在北京，我覺得不是啊。為什麼我這麼大膽，一直是講台海沒事？因為很簡單的，這是大形勢所逼，不得不這樣啊，因為。老美，你覺得老美想不想打中國？想啊！他為什麼沒打？不敢。好，那老共有沒有想要打美國？沒有，因為他壞了我的大局。那他不但是不想，而且不願，既不想也不願。一個是想，但是不敢。這個是給我們台灣空前未有的良機，你知道嗎？從現在算起，20年不打仗，多難得的機會。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東方的瑞士，海上的長城。我們是什麼？我們是和平的捍衛者，絕對不是 troublemaker。這個道理這麼淺顯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挫折啦。因為我的講法沒有人聽，所以我終於等到有今天，我對面的長官又要去見習大大了。你是用我的意思，但用你的比較巧妙的言辭轉達我的善意。你說台灣不是一廂情願的走2個極端呢？因為我們沒有什麼。高市長都真的。他是在講什麼？沒有，沒事。他說你跟高市長沒差不多了。我怎麼跟高市長沒有？他是川普這樣子哈。我怎麼跟高市長沒差不多？他也這樣的人發言人，把我听成高市長没有？说他好不好？他是高市長没有？跟大佬報告哈，就是双方戰情室的收視率很好。您講的話呢，每一次呢，我相信呢，習近平呢都聽到了，不用我轉。不，習近平不見得聽到，國台辦他們那些人可能會聽到。不，我是這樣想，老沈講的沒錯了哈。中國自古以來，其實都是以和平為主的。旁邊的那個小國哈，只要稍微表示一下善意，他說給這個東西比你那個都賞識嘛。真的打的是美國啊！你光看西方十字軍東征打了9次十字軍東征啊，對不對？宗教這樣去仇恨其實他們的源頭也差不多，9次十字軍東征，現在等於第10次了，都是他在打人嘛。你看美國講，在日本5萬美軍，在南韓3萬美軍，在德國5萬美軍，在中東5萬美軍，都他部隊，日本就幾百個美軍基地啊，他在搞啊。那這次講別人不要和平，他還要和平。所以基本上，你聽我講。我跟你講，美國如果沒有5萬美軍在日本，過去這幾十年，我請問你，誰會把日本吃掉？他在保護什麼？沒有人要吃日本了。對呀，所以說吹牛嘛。基本上我認為了哈，所以我常常講說，對中共來講，中國到了現在也大了嘛。以前小的時候哈，我們常常講軟人說硬話，因為我小我要講話，你現在是大了，硬人是說軟話的。
你既然已經這麼大了，你就是把你的姿態放低一點，不要每天你實際上也沒做，你也做不到，每天在那邊哇，這個一副耀武揚威，何必呢？讓人家抓到借口了。所以你看，老公要打台灣哦，2027要打台積電，趕快來吧，台積電趕快，你何必嘛？我真的不懂，你們幹嘛要這樣子，對不对？美國擺出一副我是世界和平者的姿態，他到處打人家，你們誰也沒打哦。就算你越戰，你也在後面支持一下而已。韓戰那時候剛開始去支持，也是人家打人，人家的戰場你去支持，你並沒有主動要打誰嘛。那既然沒有，你幹嘛每天這邊扯過來扯過去，要打這個打那個，不對台灣不放棄武力，不放棄武力，扯這東西幹嘛呢？對不對？我就講，你只要講說台灣只要不台獨，我就不打嘛。台獨我沒有辦法了，因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呢。那你現在要變外國人，我就打你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你既然是不是台獨，你就是中國人嘛。在中國我就不打你嘛，這話不能講嗎？這話講有那麼難嗎？非要擺出一副我絕對不放棄武力對台灣，那你這何必呢？真的何必呢？哦，你自己看嘛。我也相信你沒有主動要打誰打誰，你現在對全世界擺出一副笑臉，我沒有打你們，我要做和平的維護者。那對台灣為什麼不這樣子呢？不會很奇怪嗎？來，慧晶、靜輝，我們看啊，這個美國的報告，我們才發現說，原來賴清德總統他是帶頭講出2027這個數字的，印象很深刻。他當天說的時候，不管是他為了軍購，或是他為了選舉，可是你就會發現，原來他需要用到恐嚇牌的時候，就會把它講出來。但對比我們的國防部部長哈，我們國防部長可能還比較務實一點，他是說他認為北京對台灣的企圖沒有消失，但是呢，傾向在不動武的狀況之下。那他希望我們每一天都準備好，讓老共覺得，今天應該不是進攻台灣的好時機。可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準備好？剛剛沈大佬給我們國民黨團很好的建議，他說你們都問錯問題了。那我現在有再回憶一下之前到底問了什麼。之前他們為了意識形態一定要把核電關掉的時候，我就把我們現在綠能達標多少啊？我們天然氣有多少是依賴來發電？80%哎。那如果我們被封鎖了怎麼辦呢？他們就說我們要拼命的蓋儲存槽啊，所以我們預計幾年內又要蓋多少啊？結果現在不是我們被老共封鎖，我們是國際情勢。我剛查了一下數據，台灣有34% 的 LNG 是從荷姆茲海峽通過，所以今天我覺得有點尷尬。這個朱榮泰院長被記者追，他們是去問他說：“你這個公文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？”因為他說你這個公務行程去看棒球嘛，他只是回答說：“不是，我們今天是來關心油價的，我們來關心 LNG 的。”可是啊，偏偏他去看棒球的時候就發生戰爭了嘛，所以你從來沒有想過，今天是因為一個世界戰爭的局勢而影響到我們台灣的能源韌性啊！你鐵錚錚的在沒有準備好的狀況之下，你現在多了1.5到2年才能做好安全準備。那你這個安全準備，等於我們現在都是靠世界情勢，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我們未来是要燒炭啊，我們要怎麼發電啊，還是不是要正視這個問題，要用最快的速度我們再來恢復核能？因為我們現在根本就不知道他們要搞到什麼時候嘛。对，所以這是一個能源韌性的問題。那第二點我也想講的是醫療韌性，也就是說，沈大佬一定知道，在台灣現在急重症的沒有，護理人員嚴重流失。那我們看到這個什麼醫療整備計劃，我們才發現我們的血庫可能也缺乏，或是在蓋這個地下醫院，時間來不及啊。這個醫療韌性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，這也是我今天想要講的。我們必須不斷的累積我們的防衛實力，成為有效的嚇阻。可是大部分台灣人認為這個都停留在不管是軍力啊，或者是軍購的程度。可是其實方方面面我們都要顧到。對啊，你講的很有道理啊。我問2個問題嘛。第一個，真的打起仗來，我們的血哪裡來？對，醫院怎麼辦？是。第二個，我們忠烈祠的牌位夠不夠？你想這2個問題，休息一下再回來。